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唐人晚间新闻。今天是美东时间11月6号，星期四。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中共黑手伸向 APEC， 大纪元新唐人采访受阻；蔡胜坤爆料，200名红二代要求席找接班人；社交活动礼仪须知，保持安静，公筷用餐。大埃及博物馆开幕，图坦卡门首次完整亮相。您正在收看的是新唐人晚间新闻，在美国纽约总部为您播报。周四，美国总统川普宣布，2家全球最大药厂已经同意大幅调降旗下的热门减肥药的售价，并将扩大保险给付范围。川普表示，这将拯救数百万人的生命，改善全民健康。来看白宫记者张亮的报道。周四，川普总统表示，礼来和洛荷诺德公司同意大幅降低旗下的热门减重药 Zepbound 和 Wegovy 的售价。这些药物未来可透过官方平台直接购买，而且医疗保险Medicare 和 Medicaid 将首次涵盖这类减肥药。老年患者的自付金额最低只需50美元。Well, this is very exciting because again we're bringing drug prices down to levels nobody ever thought was possible. Tremendous cuts, 200%, 300%, 500%, 700%, a little bit more than that. 川普说，这项协议使部分药价从每月1300美元降至149美元，对无保险患者也将陆续实施降价措施。川普同时强调，药价下降得益于关税政策和产业回流。We're bringing all our medicines again because of tariffs. We're bringing all our medicines. If you remember, where during COVID we made almost no medicine here. We had to go to China, we had to go to Ireland, we had to go to other places, UK. To get our we didn't make it here. Now we're making it. We'll soon be making it all here. GLP-1 类药物是近年兴起的新一代减肥药物，可显著控制食欲、改善血糖和代谢，但高额药费长期阻碍患者使用。当被问及与印度总理莫迪的谈判进展时川普透露两人关系良好，并考虑明年访问印度。另外此前一天，川普在迈阿密受访时表示，新任民主党市长曼达尼的政策方向可能走向共产主义，并指出这条路并不可行。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张亮、易兴，美国华府报道。纽约市长选举在日前尘埃落定，创下半个世纪以来的最高投票纪录，其中华人选民的数量相比上一次选举几乎翻倍。来看本台记者的报道。根据纽约市选举委员会统计，今年有超过205万人参与投票，是50多年以来最多的一次。而在这其中华人选民突破了30万人，较4年前增加了近80%，参与度首次与人口比例几乎持平。选举结果显示，民主党候选人马姆达尼以近10个百分点领先库莫当选纽约市长。根据 CUNY 大学研究中心分析，华人投票人数在比例上有49%支持前纽约州长库莫，38%支持马姆达尼，其余投给共和党候选人斯利瓦和现任市长亚当斯，与选举结果形成反差。比如说，我们孔子大厦这次选举，我们将近有700票。其中433票是投给科姆的，那么马达尼只有194票，所以可以看出来，我们孔子大厦就是整个华人社区的一个反应。受访者对纽约市长的选择与在2024年总统大选的投票倾向有关联。去年投票给川普的选民中，65%转投库莫，而投票给贺锦丽的选民有近3/4投给马姆达尼。另外一方面我们这个新的市长他的这一些政见我们并不同意。而且也不晓得他将来会出什么事。这个我们当然，这个政治方面，并不是完全是赌博，但是你总是压一个，比较稳定、比较安定，这个他才比较安心。此外，在18到29岁的亚裔受访者中，20%是第一次投票。亚裔法律防卫及教育基金会指出，这代表新时代亚裔正更积极地参与政治议题，并可能长期影响纽约市政治格局。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陈曦上镜纽约采访报道。周二傍晚，一辆美国快递公司 UPS 的货机在路易斯维尔坠毁，造成机上人员和地面人员至少12人死亡，15人受伤，而飞机的黑匣子已经寻获。事发时，飞机刚起飞没多久就坠毁在肯塔基州的路易斯维尔，现场火光冲天，浓烟滚滚，有民众仓皇逃离。路易斯维尔市长克雷格·格林伯格形容现场惨不忍睹。The updates are that, as of right now, 12 individuals have been located who have died in the crash. Our hope is that we have located all of the victims at this point, but again, we do not know. The search will continue. We're now down to 9 that are missing. 一辆美国快递公司 UPS 的2976号航班，在11月4号下午大约傍晚5点15分，从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国际机场起飞时，左侧发动机在起飞滑跑过程中机翼脱离，机体起火，最终坠毁于机场旁边的工业区。这架 MD-11F 货机已经投入使用34年，机上载有3人。由于飞往檀香山的航程遥远，飞机起飞前装满了约38000加仑的燃油。当地电力一度被切断，目前已逐步恢复供电。联邦安全调查人员已经寻获飞机的黑匣子，坠机原因仍在调查当中。新唐人电视台实习记者应翔综合报道。加拿大政府日前公布了总理卡尼上任后的第一份财政预算。关于大幅限制国际学生入境的情况备受关注。从2026年起，每年新批准的国际学生将降到15万人。最新公布的加拿大联邦预算显示，2026年临时居民目标减至38万5千人，比2025年下降43%，国际学生将减少65%。根据 Averonics 最新民调，56%的加拿大人认为，过去5年中移民量急剧上升。总理卡尼将兑现竞选时的承诺，将临时居民数控制在总人口的5%。We are taking back control over the immigration system and putting Canada on a trajectory to bring immigration back to sustainable levels. 政府还计划大幅提高省提名计划的份额，3年内将经济类移民比例从59%提高到64%。Ottawa is fixing Ottawa's mistake. If you're already here under the startup visa, combined with being physically present on Canadian soil, in light of the current policy to prioritize people already here, may give you a faster path to permanent residence. 另外，自由党表示，他们将重新分配9700万元，用于加快认证外国学历证书。然而，加拿大国际教育局总裁提醒说，留学名额的受限会损伤加拿大国际形象，这也传递了关闭大门的信号。新唐人电视台实习记者肖畅，加拿大报道。接下来，请看本期的美国聚焦。周四，美国联邦政府关门进入第37天，众院议长约翰逊表示，他不会承诺民主党人针对延长平价医疗法案、税收抵免的议题进行表决。I'm not promising anybody anything. I'm going to let this process play out. 周四，加州民主党议员、前美国众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宣布，现任国会任期在明年结束后，他将不再寻求连任。Thank you, San Francisco, for trusting me to be your voice in Congress. May God bless you. May God bless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现年85岁的佩洛西是美国历史上首位，也是至今唯一的女性众院议长，已经在国会服务了接近40年。Her tenure has been iconic, legendary, historic, and transformational. 周四，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宣布，为应对空中交通管制员短缺，计划在政府停摆持续的期间，削减全美40个繁忙机场大约10%的航班。目前已经有超过13000名空中交通管制员与接近5万名运输安全管理局员工被迫无薪工作。Like the traffic controllers having to work without pay all this time, I think is just unreal. It shouldn't be, you know. So yeah, it's just all unexpected. I'm just sick of it. It's like, what about us?
周四下午，白宫椭圆办公室举行肥胖治疗药物发布会时，现场突然发生意外，一名出席者突然晕倒，场面一度紧张。当时总统川普表现出关切的神情，现场工作人员随即清场。医疗补助服务中心主任奥兹博士也赶往协助，白宫医疗团队迅速介入处理。白宫发言人莱维特之后表示，晕倒者是其中一家制药公司的代表，目前情况稳定。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尚静纽约报道。日前，在美国总统川普访问亚洲期间，随白宫出访的大纪元新唐人记者都在获得采访许可的情况下，在亚太峰会遭到阻拦，这被指和中共一贯的干预相符。在川普总统出访亚洲期间，东南亚国家联盟峰会和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峰会拒绝了白宫随行新闻媒体大纪元新唐人入场。当时，大纪元记者吉尔摩问东盟峰会主办方是否有中共压力介入时，一名工作人员回应，他应该从高层施压才能解决这件事。这个肯定是中共在背后干扰破坏，因为这个不是第一次。联合国这20年都不给大纪元新唐人记者证，他们就明确的说是因为中共的原因。新唐人记者之前好像是在纳斯达克进去采访啊，做新闻啊，然后中共在北京就把那个机构的在北京的办事处那边的人员扣押起来了。他这些年一直是在这么搞。中文大纪元总编辑黄万清表示，中共针对大纪元媒体集团的原因有3。第一呢，这是法轮功学员办的媒体，明慧网有名有姓就收集到了5000多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他就不想让人家知道，大纪元已经成为美国的就是英文第4大报。大纪元的记者还新唐人记者，他们都是在白宫跟着总统出去采访的。第3呢，我觉得只有大纪元新唐人是最犀利、最符合真实事实对中共的一种无情的揭露，所以他们是最害怕的。国际事务资深编辑唐浩认为，中共压制西方自由媒体发声，效果会适得其反。因为这种手段会让国际社会看到中共的粗暴与不民主，同时呢，还等于是做球给媒体射门，让媒体进一步的介入中共的跨国镇压，反而是得不偿失。截稿前，亚太经合组织和东盟都没有回复大纪元的置评请求。下面把时间交给主播。广告之后，我们将带您看到。蔡胜坤爆料，200名红二代要求席找接班人。中共党魁习近平的接班人选一直是外界猜测的焦点。有消息指出，有200多名红二代联名要求习近平找接班人。我得到的消息说，有200多个红二代联名上书习近平，提出了希望进一步完善党和国家接班人的这个培养工作。蔡胜坤说，红二代们只是给中共党魁习近平提出建议，认为他已经70多岁，到现在都没有选拔接班人的苗头。目前新唐人无法核实相关消息的真实性。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副研究员龚祥生认为，在中共党内可能会有这样的声音，但认为200名红二代联名要求的可能性不大。因为这样子的横向的大规模的红二代串联，会让习近平有很高的这个防备之心，或者是这会触及到他的政治地位的不安全感。现在这个四中全会刚开完嘛，是吧？军队呢大换血呢刚完成，这种高度敏感时期，红二代呢写联名的，只要是劝退，一定会被习近平解读为逼宫。2018年，中共两会通过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为习近平长期执政铺平了道路。习近平至今已经执政了10多年，不过还没有指定接班人。习近平修改的宪法之后，其实就很明确的可以知道说，其实习近平想要做的就是去确立他自己的这个统治地位可以继续持续下去。龚祥生还认为，习近平不找接班人的事情应该不会改变，除非他已经到了不得不接班的时候，
否则的话，他没有必要去找一个有可能威胁到自己地位的储君。2018年之前，习近平已经有多位接班人，其中前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被抓，胡春华在20大被踢出政治局，陈敏尔被边缘化。对习近平来说的话，他是根本不想找接班人，他恨不得自己一辈子做下去，但事实上他也做不到。而中共权力更迭和接班人的问题，往往都会伴随血腥的权力斗争。毛泽东选的4位接班人，先后死于非命、入狱或失势下台。习近平没有接班人。习近平完了，这个党就陷入巨大的危机。现在这个中国各方面的危机很大，说不定就突然一下子解体了。所以他的接班人不一定来得及选。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李运、秋月采访报道。广告之后，我们将带您看到社交活动礼仪须知，保持安静，公筷用餐。社交礼仪代表一个人的修养和对他人的尊重。在参加社团活动的时候，有哪些礼仪需要注意呢？来看看国际礼仪老师的建议。参加社团活动，首先要注意准时到达，寒暄时要自我介绍，不要只躲在一旁讲话。一般人都只注意跟男士打招呼，看到女士就忽略过去，这非常不礼貌。如果你自己是男士，你带了一位女士，或者是女士带一位男士，朋友过来的时候，你也要把旁边的朋友介绍给对方。他提到，活动开始时要保持安静的仪态，活动开始后发言要先举手，拍照时注意不要抢风头。我们要知道自己应该站在哪个位置，最中间是尊位，沿着旁边继续往后。那我们不要去抢到人家的重要的位置，也不要一直群里发照片刷存在感，这样子引起反感。他提醒民众，在团体用餐时不要帮别人夹菜，同时夹菜要使用公筷，不要用自己的筷子。那我们夹菜的时候速度就快一点不要慢慢挑，然后旁边的人呢还有很多人在等。那我们就要赶快挑完，随便就拿一个就好了。我们都是以尊者或者是说长幼的部分，我们要分一下由他们来先夹菜。他说，在美国社会，身边到处都是人才，所以不要以貌取人。有些年长了，也许看起来不像我们年轻的时候这么样的衣冠，穿得很正或者是外貌啦、仪容没有像年轻的时候这么好看。但是他们的知识他们的修养是很好的。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杨洋，洛杉矶采访报道。加拿大老兵节来临之际，当局推出一枚新的纪念币，缅怀那些因为守护自由而牺牲的无名烈士。来看报道。周二晚间，加拿大战争博物馆举行了退伍军人周烛光悼念活动，现场还发布了新纪念币，纪念二战中的无名烈士遗骸返国25周年。Coin honoring Canada's unknown soldier will invite millions of Canadians to reflect on the selfless service of all who have given their lives or serve in uniform in defense of Canada's freedom and sovereignty. 这枚新纪念币出自卑诗省艺术家 Marianne Liu 之手，正面刻有查理3世国王肖像，背面图案为墓碑及4位哨兵剪影，并嵌有表达追思的红色罂粟花，以致敬加拿大现役与退役军人。It is pretty important, and it's a good way to remember everyone that way. And of course, I'm going to keep a $2 on me for now. It's really everybody who need to remember all the sacrifice that the veterans have done to us to be able to have our own country and to be free in our own country. 此次发行300万枚新纪念币，其中200万枚为彩色版，10月5号已正式流通。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安妮，加拿大渥太华报道。下面来看今天的财经快报。全球职业顾问公司挑战者格雷和圣诞周四发布报告称，美国雇主10月份的总裁员人数为153074人，创下20多年来的最高纪录，比去年同期增加了175%。今年前10个月，美国企业宣布裁员的总人数为2304755人，已经裁员1099500人，达到202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比去年同期增加了65%。
而10月份的裁员规模最大，宣布裁员的企业也最多。报告认为，这是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带来的冲击。周四，在川协会结束1周后，一家总部位于福建厦门的供应链运营商表示，已经跟包括美国嘉吉公司、荷兰的路易达福公司等7家农业贸易及加工企业签署了总额超过52亿美元的合同，购买美国的大豆、玉米和棉花等商品。美国是全球第2大大豆生产国，今年的产量预计为1.17亿吨，其中近半用于出口。长期以来，中国的进口量占到美国大豆出口量的1半以上。今年，美国感恩节火鸡的数量创下40年来的最低，只有1.95亿只。但商家本周公布的感恩节大餐价格却非常亲民。亚马逊的感恩节5人份餐包括1只8磅重的冷冻火鸡、牛角面包、4道预制菜和1份馅饼，总共只要25美元。沃尔玛稍早宣布的感恩节10人份大餐要价为40美元，包括1只13.5磅重的火鸡和总计20样新鲜配菜、预制菜及罐头等。广告之后，我们将带您看到大埃及博物馆开幕，图坦卡门首次完整亮相。历经多年建设，耗资10亿美元的大埃及博物馆，11月1号正式在开罗开幕，首次完整的展出了图坦卡门陵墓的珍藏，馆内的藏品超过5万件，一起来看看。开幕当天，馆内最受瞩目的焦点当属于图坦卡门的黄金面具与陪葬珍藏。这些距今3000多年的文物，从1922年出土以来，第一次在同一地点完整展出。The most thing attracted me, it was Tutankhamun's tomb. It was amazing, especially the mask. 除了图坦卡门专馆，馆内藏品超过5万件，从拉美西斯2世的花岗岩巨像，到古埃及贵族的生活器具，这些镀金战车、珠宝与石雕，诉说着尼罗河文明的荣耀。مقتنيات توت عنخ آمون كانت موجودة أغلبيتها في المتحف المصري بالتحرير، وهناك أماكن أخرى متفرقة في بعض المتاحف وأيضا في بعض المخازن. وجودها في مكان واحد ده بيثري تجربة العرض المتحفي. I'm here to see ancient artifacts. I want to see Tutankhamun. This is my second day in Egypt, so I want to see everything. 大埃及博物馆坐落于开罗西郊金字塔群旁，耗资10亿美元，历经多年建设完成，被视为埃及新地标。大埃及博物馆也被誉为全球最大、专门展示古埃及文明的博物馆。馆方设置了每日2万参观人数的上限，以确保游客观赏品质。当局预计，博物馆每年将吸引超过700万人次游览。新唐人电视台实习记者宁修综合报道。以上就是本期的晚间新闻，感谢您的收看，祝您晚安。